如果说喜欢这种效果的，那你就直接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去加其他的东西。如果说你还想要就是再加一点，或者是尝试一下其他的这种感觉风格的话，那我们现在要给它黑色微雕胶上面上一个香槟色的魔镜粉，魔镜粉擦上去。眼睛我也不擦了，嘴巴这里可以擦一擦。好，眼睛没擦，那翅膀内部这里没擦。好，扫一下鱼粉。看一下效果。接下来我们拿出白色的微雕胶白色微雕胶C01给它再加勾一些线条，就相当于给它增加高光面。本身呢，这个微雕胶是不需要封层的，但是呢，我们上了魔镜粉之后，就要像水彩一样的一个操作方式，上底胶和封层。先上底胶整涂包边罩灯，然后再上封层整体整涂包边。然后这里用的是免洗封层，假装我已经上了底胶了啊。好，底胶整涂包边罩灯，好，拿出来了，罩完灯了。好，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步封层。微雕胶是免洗的，所以说白色的那个微雕胶线条，我将在最后一层去操作，也就是封层之后再去操作。好，整甲全涂，全涂完了之后，还要给它包个边。因为这里没有上底胶，所以说甲面的那个微雕胶可能没有那么平。上了底胶2层胶是可以将甲面完全找平的啊，因为这个只是线条的一个微雕胶，并不是说画的非常的很立体的那种，可以适当的封层中间加厚一些。但是你不要刷太厚，而且要看你的是什么封层啊。如果说是这种软封层的话是可以的，可以就是微建构是 OK 的，就是比薄涂厚一点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钢化封层、钻石封层啊这种，或者是那种硬石超硬的那种封层，钢化钻石这种就不能够厚涂啊，只能薄涂，因为太硬了容易裂。那种进口的日式进口硬式封层是可以做微建构的啊。罐装的那种，好，勾一下，尖上往中间去走一走。虽然说没有修甲片，没有修甲片，尖上很容易那里刮上胶，我们还是要微微的给它拉一下，对，让它回流一下，倒置集中在甲片中间，形成一个完整的 C 弧。然后等它完全的，就是集中在甲片终端的时候，我们再，快速的回正定型，免得它塌了。这个时候甲面上就会饱满一些。肯定这短暂的照灯只是说给它定个型，肯定是不会完全照干的。我们拿去照灯。结束之后，我们拿出 C01，C01是白色的微雕胶，来勾一下线条，提亮一下。好，拉线笔取白色微雕胶，给它勾一下线。然后这个凤凰它的这个线条下方，刚刚感觉那个微雕胶那层应该是没有照干，然后有一点点融粉了，线条不是很干净。所以说，哎呀，不要投机取巧，该照久一点就照久一点。那接下来给它勾一下微雕胶，精致的线条给它勾出来。头顶这根线加深，然后下巴这根线到脖子勾下来，好，这里加深。嘴巴嘴角尖尖这里可以，勾一点下来。好，然后就一直到它的头后面。可以加一点白色的线条在里面，轮廓加几根。
从外往内勾。还有这边翅膀的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我一直都是留出来的。包括这里，上方的那个羽毛，加一点线条勾出来，两头细，中间粗啊，这里的线条。好，这边把它的翅膀上半部分都给它提亮，那勾一下它的羽毛轮廓。好，只加深上半层区域啊，看羽毛的上半层给它加深，然后到下里这里都是阴影区，有一点点轮廓在就可以了，上面亮一点。立体感是不是更强？而且那种微浮雕的感觉配上，就感觉好像是雕刻出来的一样，都不像是画出来的。好了，继续往下加。胸膛上，跟着下面的线条来勾。好，这根，收到小胸脯上面。那小胸脯前面为了表现它的这个胸肌，那这条线一定要给它勾出来。那这些羽毛勾一勾。这3个翘起来的尾巴羽毛，线条一定要干净，立起来勾，不要倒笔去勾啊！倒笔去勾就容易毛尖尖插到外面去。提笔立起来，好勾。线条最柔软的地方加粗，但是这根不对啊，要两头尖中间细的话，这里落笔的地方，你看这里就太钝了，就要把这里多余的擦掉。用干净的笔，平头笔、圆头笔、小圆笔啊、小平笔啊，这些都可以啊。用边边蹭着线条，好往内拉。
那就把线条给它调整过来了。太长了这根儿，擦掉一点。OK， 好，差不多，我们先拿去照灯喽。好，大拇指这里的话，我们就暂时先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附加怎么做。如果说上面我们还要搭什么饰品啊，或者是装饰类的，我们可以等后面整副做完了之后再去看。OK。它的4个配甲我也把底色打好了，它的底色和大拇指是一模一样的啊，底色的晕染、颜色、布局一模一样，包括这个金箔摆放的位置，全部都是在我们指甲的下半段居中啊，没有靠近指尖位置啊，只是在下半段居中。然后底色全部一模一样，然后我用彩绘胶呢，将它们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线条轮廓大概的勾勒一下，那这里看一下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还要去进行上色，那它这里的话是翅膀的部分，那也就是它这边的另外一边翅膀，然后尾巴上面的毛毛，这里是尾巴上飘的几根毛毛，都是 S 型啊，或者是 C 弧形，然后都是那种水滴状线条，也就是一头粗一头细啊，或者是哪种线条呢？两头粗，两头细，中间粗。然后这里的话，中指上啊，羽毛上就是翅膀的尖端啊，又飘了几根过来。然后这边呢，就是尾巴上的毛毛往后延伸。那最后无名指和小指上面都是飘的几根，最后最长的啊，最长的尾巴上最长的两个毛毛。这里的话我就先把线条勾勒出来了，等一下我们来上色。和大拇指上面一样的排法啊，找到第一层小羽毛，留缝隙哦。就羽毛可以排的近一点点，但是上下靠近线条边缘的时候留一点缝隙。第二层，眼尖立起来。对，你们看的时候可以多注意观察一下我的毛尖尖的压笔和动作。这边，那这里肯定画不完，能画多少我们就画多少。这里可以再追加一条。线条中间偏粗。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把它的毛毛画成尾巴上的感觉。把这个线条给它加粗。压笔脱笔走，就跟画花瓣一样啊。拼在一起，靠近一点。拼在一起，靠近一点。
看就像裙子一样，有的往上，哎，有的往下，这样张开来，像一条裙子。等一下，这两个线条可以不变，这里再加一个。好。然后勾完之后，我们用线条笔增加一下它的细节部分。看一下这细节部分哪些可以加。那这里不用加太多，还是一样的啊，只是说把羽毛的尖尖该加明显的可以加明显一点，因为最终线条我们可以留到最后一层上微雕胶的时候再去加。这里肯定伴随着背上的一些卷曲的毛毛。这里的线条其实也可以留到后面再加也行。这些绒毛，先给它拉出来。要加其他线条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加吧。我这里不加，感觉不舒服。简单的加几根吧，就像画花瓣一样感觉。好了，这颗做完。好，这里再接上它这里的翅膀的尖尖。万能笔。我不说话了啊，我就演示，因为都差不多笔法。根据线条加。等一下，我这边接上。长一点。再把尖尖勾一勾。好，这里和前面尾巴前面那里一样啊，可以把有一些线条加粗。重重压笔，慢慢提笔，走笔，勾飞弧。啊，这是基础手法哦。好，小纸上的更简单。好，就这样。拉线笔勾一点细节，这就是打笔啊。细节是什么呢？尖尖。羽毛的尖尖，拖出来。线条类的我们就不加了，留到后面再去加。哪里可以加？像这种圆形旁边啊，
就这个刚刚用万能笔压笔画的这个圆形旁边，我们可以加一点线条，对 ，S 型线条，包裹着它。来看一下这个弧形的一个变化，像不像画那个鸟的身体的时候那个线条变化？嗯。就像火焰一样啊，中间加几瓣往外去勾。这个尾巴我其实在纸上有讲解过，但这里的话是经过了一个艺术性的处理啊，让它没有那么线条没有那么杂乱，看起来精致一些。但这个线条该要怎么排，还是要去看一下我前面演示的纸上的。最长的这根拉一个 S 型出来，就像小火焰一样，小火苗一样。好，其他都一样啊，这里我小纸上是一样的，我就不演示了。那后面尾巴这里和前面的翅膀不太一样，所以说演示一下这里是怎么做的，还是毛尖尖取色啊，毛尖尖取色做渐变，但是呢，在这条线尾巴尖尖上，我左右摇摆，提笔勾一个小尖尖，往前勾，画一个小水滴，好，边边上你可以就是说加一点这种线条，但是也可以不用加啊，我们只需要把外层包裹住它的这个火焰，这个线条给它加深就可以了，颜色给它盖一盖就好了啊。好，其他周围的你也不用过多的去遮掩。另外一条也是。微微的勾一条线下来，可以挑几根就是明显一点的线条，勾一下。两个线条中间，这里可以走一下。那尾巴的上色就是这样子的，上完色之后，跟前面的就跟大拇指是一样的啊，翅膀，后面尾巴，然后就跟小指这个一样。好了，这里是在磨砂封层上上完色之后，我要整甲去涂底胶封层。底胶封层涂完了之后，同样也是微雕胶勾局部的线条，挑主干线来勾。微雕胶勾完之后上魔镜粉，魔镜粉上完了之后，白色微雕胶再去提亮啊。提亮它的一个明显的线条处，比如说，你看我在画的时候，翅膀上半部分是不是要浅一些啊？这个地方要深一些，嘎吱窝这里，好，尾巴尖尖上是要浅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勾白色微雕胶的地方啊。好，接下来
给大家操作完了之后给大家看。好，看一下每一根线条的勾勒，这里大家可以暂停看哦。照灯蹭粉。好，最后这个款式就结束。上手效果我刚刚试了一下，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甲型也非常的好看，是一个长梯形，两侧的手的比较窄。这个甲片好像是 MR 的，对，可以去搜一搜。然后这个款式也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款式。好，大家注意看一下线条细节，这里大家可以截图下来，多角度看一下。然后旁边的这个是之前画过的一个款，给它取名重名，然后这个蓝色的给它取名朱雀，朱雀和重名，然后这个红色的款也可以和这个蓝色的款做成这样子一样的一个格局配图，甚至我在纸上演示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凤凰的就是头身部分可以画到中指的位置，然后翅膀和就是尾巴羽毛可以往大拇指和小指两侧方向去延展都可以。摆位构图的话，都可以这样子去参考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颜色的一个变化而已，在纸上已经演示过这个重名是怎么画的了啊，大家可以根据刚刚咱们学的这个朱雀款，然后去换一个颜色，搭配出这样子一个红色的重名款。